荧光笔工作室，你好，我是莹莹。那今天呢，影片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看这几则新闻，看到了吗？除了车祸，你还看到了什么？就是老还有老啊！是的啊，最近呢，其实一直呢都有这个长者司机出车祸的新闻呢，而且呢都是失误撞进店里。那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单纯的向司机感叹的啊人老了而已呢？其实呢不是司机老，而是马来西亚已经老了。根据2024年的这个最新统计啊，马来西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大约有260万人，占据了我们总人口的7.7%。那如果呢一个国家的老年人超过7%呢，就代表着我们正式变成了高龄化社会 （aging society）。未来呢会出现很多经济还有医疗方面的问题，如果政府呢不解决，我们就会陷入巨大的危机当中。那比如说呢，像刚刚看到的这个长者司机车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我们与其呢去检讨这个司机的这个开车年龄啊，还不如来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奉行不开车就活不下去的这个规划模式呢？尤其是马来西亚的老年人现在只会有增无减嘛？难道我们就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越来越多的老人家连买个菜吃个饭为了要活下去都要被逼冒险开车出门嘛？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个高龄社会了呢？今天呢，就让我们荧光笔一起来跟大家一起探讨马来西亚变成老人国的危机与转机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这个定义如果65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了7%以上呢，就是属于高龄化的社会；达到14%呢，就是高龄社会。如果呢超过20%，也就是每5个人呢就有1个人是老人呢，则算是超高龄社会听到这个超高龄呢，是不是觉得呢有点怕不要怕因为呢截至2024年全世界已经有40个超高龄国家，比如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等，连韩国、中国或我们的好邻居新加坡呢，也都即将步入超高龄社会。那马来西亚的状况又如何呢？那马来西亚呢是在2020年的正式高龄化，也就是呢我们预计在24年之后呢就会变成高龄社会。你以为呢这样子已经老很快了吗？请先深呼吸，因为之后呢再用12年，我们就会再迅速进入超高龄国家俱乐部啦。相比法国花了126年和瑞典85年，马来西亚只用24年就成功老化，而我们老化的速度呢跟日本、新加坡呢是旗鼓相当的。讲到这些老化，你是不是以为我要业配这个保养品呢？是没有的 ，OK？ 那你是不是有印象呢？常常有很多的媒体呢说日本有很多老人那我们其实呢跟日本一样，是全球老化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呢，纵观全球，马来西亚还是挤不进最老国家的排行榜的，因为呢目前呢最老 Top 10就是摩纳哥、日本、意大利、香港、希腊等等，榜内的平均年龄呢都是47岁以上的，而且呢全世界的老年人已经占据了世界总人口的10%了。所以呢不要紧，全世界呢都陪我们一起慢慢变老，是不是很浪漫嘞？好，那为什么马来西亚越来越老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少子化，大家都越来越不想生小孩了。因为马来西亚跟很多的亚洲国家一样越来越城市化，生活不单止越来越忙碌呢，连养育孩子呢也越来越贵。1970年，马来西亚平均呢一名妇女会生育5.9名的孩子，可是呢50年之后呢就暴跌到了1.7名而已。如果生育率呢跌到2.1以下呢，就会形成死亡的人比出生的人多的这个情况，这就表示呢，马来西亚的人口不但老化还会开始萎缩。比如1970年的时候呢，马来西亚平均一个家庭有5.5个人，可是呢，2020年的时候平均一个家庭只剩下3.9个人而已，连要打麻将也凑不够人要不够。其实呢，马来西亚老人呢越来越多，长寿呢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啦。那随着呢我们的医疗科技的进步大家的这个寿命就越来越长。根据统计，霹雳、吉打还有玻璃市是老年人最多的前3名，而且呢，全国260个城市和1065个县市当中呢，有一半已经是高龄化社会了。那无论如何呢，马来西亚的这个人口结构呢的这个变化，其实呢也反映了这个全球的趋势。因为呢，世界的生育率一直下降嘛，所以呢，全球的这个幼年人口正在逐渐的减少。不久的将来呢，全世界的老人都将会比小孩子还多。
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逻辑游戏，如果这个社会上的老人越来越多，那代表什么呢？代表退休的人多，代表工作的人少，代表企业很难聘请到新员工，代表经济很难成长，代表消费市场萎缩，代表创新能力变差，代表经济会常态性的停滞。那或许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些国家经济离自己太遥远了，没有什么 feel， 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很切身的4个字：未富先老。那根据分析呢，2042年的时候呢，整个东南亚都会老化，可是呢，东南亚的收入呢却不足以应对老化的社会。举个例子啊，2021年的这个泰国已经是高龄社会，而泰国的人均收入只有7000美元，可是呢，泰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可以工作了，经济呢很难动起来，收入呢也很难继续提高。就有这个研究指出呢，泰国人退休之后呢，平均只有几万泰铢的这个存款，而高达34%的泰国老人呢是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那当然呢，如果你比较传统的话，你可能就会讲说啊，要养儿防老嘛，小孩就是要赡养爸妈的啊。可是你知道吗？马来西亚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却越来越少。现在呢是1个老人由10个人抚养，但是未来呢将会下降到3个人抚养1个老人。那你说这是不是负担很大呢？而且呢，你记得啊，疫情的时候啊，政府不是允许我们提领公积金去应急吗？其实这个措施呢，反而导致有很多人呢退休之后没有钱用，高达81%的马来西亚人呢根本没有足够的储蓄可以维持正常的退休生活。所以呢，就是越老越穷，这将会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危机之一。其实呢，马来西亚人的寿命呢虽然变长了，可是呢，我们的健康寿命却没有延后。意思就是说，大家虽然更长命了，但是呢，身体可能患有各种慢性病，需要长期的这个医疗照护。所以呢，我们反而需要花更多的钱，间接加重家人还有国家的负担。所以呢，最值得我们担心的就是呢，马来西亚的这个医疗还有长照资源有没有办法应对与日俱增的这些老年人群体呢？那我们来看看资料哦，马来西亚需要600位的老年专科医生，可是我们全国只有区的36位，没有听错。高龄社会呢是需要更多的养老院的，但是我们全国只有10间政府老人院，还有2间政府疗养院。马来西亚有1700间的私立养老院，可是只有382间拥有合法的营业执照。马来西亚呢，住进老人院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位置供不应求。可是我们极度缺乏专业的看护培训，很多呢在养老院工作的大多数呢都是学历比较低，或者是没有护理知识的人们。那听完以上这些现况啊，你觉得啦，我们马来西亚到底已经准备好迎接高龄社会了吗？留言区留言跟我们分享。那既然呢，马来西亚的人口老化已经是大势所趋，而我们这支影片呢，也不是来针对老人家，而是我们再看看一个社会当中，当它进入了这个老龄化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所以呢，就是时候来看看我们其他的老前辈们他们怎么做了。首先呢，我们可以参考台湾的这一个医疗长照服务，因为当地政府提供的长照呢，就十分的多元，无论你是健康的啊，还是慢性病啊，政府都会有照顾到，让忙着上班的家人可以好好的喘口气。而且呢，他们不只是照顾身体哦，还会举办老年人的这个社交活动，还有课程，让大家呢不单只呢是可以身体健康、心情变好，还可以健康的老化。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回到开头谈到的这个城市规划。其实我们最需要改变的观念，就是把老人送去很远的传统老人院。毕竟呢，老年人最需要的其实是在地老化，要让老年人在自己熟悉的家、熟悉的社区啊，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安享晚年才是最佳的选择。所以呢，像是北欧啊，还有新加坡政府，他们就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思考，去打造一个更适合老年人生活的舒适环境。那除了让老人呢可以在住家不远的这个步行的范围之内呢，都可以满足到他们的一日所需之外，他们呢还特地将马路修窄，以减低这个车速，延长红绿灯的秒数，以让老年人呢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过马路，甚至呢帮他们改造家里，让老年人呢可以更安全的生活。至于经济呢，则有更多的例子可以参考了。比如说呢，有很多的国家早就开始积极的吸引外国人才，让外来的人口填补自己越来越少的年轻劳动力，又或者是延后法定的退休年龄，让健康的老年人呢可以继续工作。有很多的国家韩得都要工作到65岁甚至是67岁的，让老年人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毕竟呢，我们也不可以一直假定老人家都是需要被照顾的群体吧。那例如呢，你有没有听过银发经济嘞？其实呢，高龄国家有很多三高的老人。那这个三高不是高胆固醇、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啊，而是高龄、高储蓄、高教育的老年人。有很多的高龄国家呢，都是靠着这些三高老人来推动经济成长的哦。
所以啊，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我们一起呢要来撕掉啊对老人的这个负面的标签。毕竟呢，以前啊老年人常常都被认为呢是体弱多病需要被照顾的群体，可是现在老年人呢有很多呢都比起去年更加的健康，也更加的有活力。所以呢，在定义老年人的角色的时候呢，不应该只是把他们标签在被照顾的对象，而是可以继续贡献社会的主力军。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呢马来西亚的政府呢可以未雨绸缪。今天这一集呢，其实就是提供了一个讨论的机会，让大家来讨论看看，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为马来西亚未来的这个超高龄社会开始做准备。政府有准备，民间有方案，大家呢互相交流，一起去想出更好的方法，那其实就是有助于我们的政策的制定。如果你有什么好 idea，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呢，相关的人士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建议咯。那至于你跟我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呢？就是要养好我们自己的身体，让我们一起做个健健康康，可以为社会贡献到老的健康老人。好，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我是依依，我们下集影片再见。